大家好，我是心源。无论在佛陀电视剧中，还是在佛陀传记原著中，对于佛陀儿子罗睺罗的描述都是少之又少。今天终于找到了关于罗睺罗更多的资料，内容取材于星云大师的《佛陀十大弟子传》，我一口气把它读完。没想到佛子罗睺罗的故事这么精彩和感人。罗睺罗幼年出家，童年调皮，被佛陀教训这部分我就省略了，因为往期视频中都有讲述。我们这期节目主要讲述罗睺罗的谦让忍辱、修行持戒，他与佛陀父子情深的心灵感应，和与师尊舍利弗相处的日常巨细，以致罗睺罗开悟后佛陀有多么的欣慰。最后直至罗睺罗和母亲耶输陀罗先后的涅槃。佛陀在瞿石罗园居住时，罗睺罗和军头沙弥一起与师父舍利弗同住，也一并听取佛陀的教导。罗睺罗每日清晨负责清理庭院，才能开始学习佛陀的言教，但是整理一大块园地需要大量的时间。一天，他在打扫完后去听佛陀讲课，等到夜幕降临，他回到自己的房间时，一个负责管理宿舍的比丘将他的房间让给了一个来访的比丘。那个比丘把罗睺罗的衣钵放在外面，而自己却在里边安静的居住。在佛陀的僧团中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房间，在别人占据自己的房间时，他不知所措，尤其是他还是一个沙弥。佛陀的教诲使他不敢询问那个比丘为何要占他的房间。站在门外，他感到进退维谷。突然之间，乌云密布，下起了大雨，他无处可去，无法躲雨，只能到厕所里。尽管空气糟糕，他仍然决定在那里坐下。此刻他感到流浪的孤寂，静静地依偎在那里。他想起佛陀的教诲，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挫败，不管身处何种境遇，都不应生起怨恨之情。那时雨开始加大，低洼的地方全被淹没，隐藏在附近的黑蛇被逼出来，慢慢地游到了厕所。热带的毒蛇其毒强烈，罗睺罗毫不察觉。这时候他的生命真比风中的残烛还更危险。在禅定中，佛陀突然想到了罗睺罗，启用了他的天眼。佛陀了解到罗睺罗的危机，并立刻来到厕所。佛陀咳嗽出声，厕所里也响起了咳嗽声。佛陀问：谁在里面？我是罗睺罗，出来，我要与你交谈。罗睺罗没有想到会听到佛陀的声音，他迅速从厕所出来，感动地抱住佛陀，泪水簌簌而下。年轻的罗睺罗情绪无法避免变得脆弱。佛陀询问罗睺罗为什么选择在厕所里坐着。罗睺罗向佛陀讲述了自己的经历，听后佛陀让他先去自己的房间住。罗睺罗的喜悦仿佛从地狱走到了天堂，因为他从出生以来还是头一次跟父亲住在一起。年轻的孩子离开家人，加入了僧团，他们真的需要比丘的照顾。因此佛陀制定规定，未接受完整戒律的沙弥可以和比丘一起住2晚。佛陀的慈爱即使在细微的小节上也能得到体现。在一开始，师父收入徒弟时应承担起教导他们的责任。罗睺罗的导师是舍利弗，因为他经常在外宣讲，无法时刻照顾罗睺罗。但是从这次开始，舍利弗让罗睺罗始终与他在一起行动。罗睺罗自从受到佛陀严峻的警告后，开始频繁地跟随他的导师舍利弗，接受他的引导，这使他在修行的过程中进步日新月异。每次佛陀讲道理，舍利弗都会带着罗睺罗一同前去聆听。当舍利弗禅修时，罗睺罗总是静静地陪伴在他的身旁。舍利弗传授教诲时，也会带他在身旁，让他学习作为一个僧人应有的熟练经验。每日起食时，罗睺罗总是跟随在舍利弗后面。在僧团中，被译为第二佛陀的舍利弗毫无疑问是罗睺罗最好的导师。有一次，罗睺罗和舍利弗在王舍城乞食时，遇到一个粗俗的流氓。这个流氓对他们恶作剧，用沙子扔进舍利弗的玻璃，并用棒子打破了罗睺罗的头。罗睺罗的头部开始出血，
血滴滴答答地流出来。那个流氓并没有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愧，反而开始责骂他们：你们这些僧侣总是以乞食为主，口口声声说慈悲与忍耐，我破了你的头，想看看你会如何对我。罗睺罗在他17、18岁之际露出了磨牙握拳的表情，但是舍利弗抚慰他说：罗睺罗，作为佛陀的门徒，我们应该具有宽容大度的决心，心中不应存有怨恨的毒素，而应慈悲同情众生。佛陀总是告诉我们，当得到荣誉的时候，心不能傲慢，受到侮辱的时候，心不能怨恨。所以罗睺罗，请你压住你愤怒的心，严守忍耐。世上没有什么比忍辱的人更有勇气的了。无论在天上还是人间，无论力量有多大，都无法胜过忍辱。罗睺罗听罢导师舍利弗的话，走到水边，对着水面望去，能见到他的面颊。他用手接水清洗血迹，然后自行用布带包扎伤口。这一情景让看到的舍利弗内心感到安慰，又觉得痛惜。罗睺罗忍痛挺住，继续跟在舍利弗后面持钵乞食。在回程的路上，罗睺罗对舍利弗说：虽然我想起刚刚的疼痛，但现在我已经不放在心上了。然而世上有太多的恶人，四处都充满了令人厌恶的事物。我对世事并无愤怒，只是觉得世上无可奈何的人实在太多。佛陀告诫我们要对人对世间怀有深沉的慈爱，但是暴躁的人常常欺凌我们。和尚僧人以忍耐积聚高尚的品德，而鲁莽的人反而轻视我们，反而尊重残忍的人。佛陀那样慈悲真理的教诲，他们却视若无物。对那些凶恶且无善根的人来说，佛陀所传播的真理、慈悲的训导似乎也无济于事。当罗睺罗首次向他的导师报告自己的修行进展和他对世俗的理解时，舍利弗感到非常高兴。他将罗睺罗在路上所说的话告诉了佛陀，佛陀也非常高兴，赞扬罗睺罗处理恶人的态度非常正确，他对世间的看法也是如此。佛陀又再次强调，不了解耐心的人将无法从佛法中获益，在愤怒和厌恶他人中背弃了佛法和僧团，这将导致他们常常堕入恶道中轮回。只有能忍受恶行的人才能得到和平，才能消除灾难。有智慧的人能看到因果深远的影响，他们能克服愤怒，多行忍辱。佛法的精神，佛法的真誉与世俗的看法是不同的。世人认为珍贵的，佛法可能认为是不好的；佛法认为好的、对的，世人可能不愿实行。忠诚与阿谀奉承不能并存。邪恶的心态总是嫉妒正直的存在，恶人总是不喜欢正人同行，贪欲的人不喜欢无欲之行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修行者只有耐心忍受。忍耐是助人提升道德的主要途径，可以使你早日证得圣果。忍耐如同大海中的航船，能够度过所有灾难。忍耐又像病人的良药，能够挽救生命。我之所以能成为佛陀，独步三界，受到人间和天上的尊敬，就是因为我的心能保持平静。我了解到忍耐是无比宝贵的美德。罗睺罗遭到恶人无故的攻击，头部受伤流血，然而在年少气盛的时候就能如圣者般忍受辱骂，这给他的师父带来极大的安慰，也给佛陀带来极大的欢乐。这也引出了佛陀关于忍耐的讲述。舍利弗听后非常感动，罗睺罗带着眼泪听着，对佛陀更是充满感激。下面我们讲述罗睺罗开悟的过程。罗睺罗对那些占据他房间的比丘都愿意主动让步，在路上被恶汉打伤头部，他也能忍辱。不过仅有这样的修行，离开悟还有一段路程。罗睺罗天资聪颖，对修行十分用心，曾经喜欢与人开玩笑的沙弥，如今变成了一个庄严的比丘。正是在他满20岁的那一年，佛陀允许他接受全部的比丘戒。年轻的罗睺罗在僧团中
并不十分活跃，他仿佛已经有了成熟的稳重，在公共集会中不太容易看到他的身影，他总是默默地专心修行。然而无论罗睺罗如何用心，他还未达到开悟的境界，这是事实。最大的障碍可能是他无法轻易断除荣誉的追求。尽管这样，他始终是佛陀的爱徒净饭王的孙儿。除了教团中高级弟子外，其他比丘有很多都尊重他、羡慕他、赞美他。这些美言赞誉很容易触动年轻修行人的内心，这些赞美的话语就如同可怕的恶魔，妨碍了用功修行的罗睺罗达到开悟。一些比丘为了解决罗睺罗寻求开悟的困扰，向佛陀喊道：佛陀，罗睺罗这位比丘严格遵守戒律，勤奋修行，小罪也未曾触犯，为了追寻开悟，仿佛对任何事物都无所挂碍。但是他为什么还不能摆脱纠结的苦恼呢？佛陀坚定地回应：保持戒律的纯净，保持戒律的纯洁，维护尊严的从容，一定能逐步达到真理。佛陀并对罗睺罗是否能达到觉悟的问题感到担忧。佛陀充满信心地等待着那一天的降临。多次罗睺罗仿佛有觉悟的迹象，但他仍未开悟。罗睺罗向佛陀分享他修行的感悟，佛陀总是指出他仍有不足，并教导他应该始终与他人探讨此身为五蕴和合假象的道理，同时还要他自己思考我慢、无我、苦乐的法则。一天早晨，佛陀和罗睺罗一同前往舍卫城的街头巷尾乞讨。在路上，佛陀回头向罗睺罗说：罗睺罗，你应该看待色为无常，认知感觉行为，识也是变化无常。对于人的肉身和思想以及世界万事万物，你都应该抱有无常的认知，不要执着。罗睺罗听到佛陀的启示后，心如大彻大悟，他向佛陀告别，停止乞食，独自返回修行处，坐于禅定中，深入思考这些深邃的含义。他用悲悯的观察来消除愤怒的心，用纯净的观念来丢弃贪欲之心，用数息观来稳定分心，用智慧来对治无知的心。罗睺罗就这样不断地深入禅修。那天他终于开悟了。佛陀从乞食回来，走到罗睺罗禅坐的位置，他又对罗睺罗说：以无缘的慈悲体恤为一体的心来对待人世，心境将得以扩大，包容所有生命，就能消除邪恶，记习观念，可以得到解脱。罗睺罗立刻起身向佛陀致敬说：佛陀，我的困扰已消，我已证悟。此刻佛陀的喜悦超过了罗睺罗，他赞扬罗睺罗：在我的弟子中，罗睺罗比丘是密行第一了。所谓密行，就是3000威仪、8万细行，罗睺罗都能了知，都能奉行。回想罗睺罗之前向佛陀寻求物质遗产，而现今他的觉悟其实就是佛陀赋予他无限的法宝。回想他年纪轻轻便参加僧团，佛陀可曾为他增添多少麻烦呢？如今他舍弃了人间虚假的欢愉，而得到了真正的法乐。这不仅算是罗睺罗的幸运，也算是佛陀对世人情谊的交代。我们应该向罗睺罗表示祝贺，更应该为佛陀的智慧赞叹。长者赠送精舍的规定，罗睺罗在开悟之后，在教团内声望不断提升，尤其是在家信徒，他们对他更加看重。不否认的是，在比丘当中，罗睺罗被供养的最多。通常来说，过度的供养会导致物质生活过于丰饶，反而妨碍修道。然而罗睺罗现在已成为明达的圣者，外物无法束缚他，任何多余的物品他都会转赠其他人。有一次，当佛陀在迦毗罗卫国的一个村落传法时，一位长者皈依了。他和罗睺罗十分投缘，可能这位长者还带着地狱的概念，他想为罗睺罗提供护法的帮助，无论罗睺罗需要什么，他总是会完成。后来长者特意为罗睺罗建设了一座精舍，并赠予他，罗睺罗就在那里安置下来。
当时行脚的比丘很多，罗睺罗所住的精舍常有比丘停留，但那位长者因为觉得精舍是他的赠物，总是想要插手精舍的事情。罗睺罗后来向佛陀报告，询问佛陀应该怎么做。佛陀告诉他，罗睺罗，在我的教法中，僧团的事务是在家信众不能管理的。在家信徒如果发心赠送精舍，就不能因为他的赠品就随便干预。你可以告诉那位长者，问他赠送精舍的目的是什么。如果是为了供僧，那么赠出的物品就不能再属于自己。如果他想要管理，告诉他精舍并不是商店，有出家人住持精舍，信众可以护法，但不能管理。罗睺罗将佛陀的教诲传递给长者，但对于那些对佛法理解不深的人来说，常常会被权力淹没，或者被过度的热诚所困，就如同这位长者难以完全放下对精舍的过问，因此这造成了他和罗睺罗之间的关系出现了裂痕。曾经受他尊重的罗睺罗，如今反而变成了他的眼中刺。有一日，罗睺罗因事前往舍卫城，这位长者恰到访罗睺罗，见罗睺罗并不在，房子空无一人，于是趁机重新将精舍供给其他比丘。对于在家信徒来说，变得反复无常，实在与法规相驳。之后，当罗睺罗将事情处理完毕，返回时，精舍已被其他比丘入住，他只能再次回到其原精舍。佛陀询问他为何如此快速回到精舍，罗睺罗向佛陀如实描述了情况。佛陀听后，对那位长者的行为极为不满。对于那些无法深入了解佛法的人来说，要他们忠实地实践佛法，实在是一项困难的事情。佛陀立即召集所有比丘宣告，过去已经布施给人的物品，即便原施主想再度将它赠予你，你也不能接受。这并不仅仅是佛陀在保护罗睺罗，教团的法规也是为了预防未来可能的争议。不幸的是，佛陀当初的警告成了现实，现今佛教中的私产纠纷大部分都是因此而起。在罗睺罗成为沙弥时，他的房间被他人占据，他被迫在厕所里避雨，为了求助而不与人争。现在他已是觉悟的比丘，先前赠予他的精舍又被赠给别人，在他如海一般广阔的圣者胸怀中，没有丝毫的不公气浪涌起。而佛陀确立的精舍赠送制度，是我们现今需要再度重视的。在僧团中，被视为尊者的人，如舍利弗、目犍连、大迦叶和阿难等，并不包括罗睺罗。罗睺罗是一个默然遵行禁戒的人，他安静的修行，安静的与世无争。或许由于罗睺罗是佛陀的儿子，佛陀对他更多的限制。我们知道罗睺罗的性格温顺，具有坚毅的品行，但他的比丘生活并未表现出很多优越的地方，因此关于他讲法以及与外道辩论的事迹，在经典中并未记载，也没有流传下来。正如佛陀所说，罗睺罗是一个严格遵守戒律、拥有卓越修行的人。对于罗睺罗何时寿终，如同他诞生存在两种理论，一种是他在佛陀19岁时出生的罗睺罗，另一种是佛陀25岁时添加了罗睺罗。至于寿终，同样有两种不同的观点，一是在佛陀涅槃前就已经寿终，二是在佛陀涅槃时他仍然为佛陀服务。印度这个国家并不看重历史事实，而我们中国也不乏夸大其词的译者。至于经典里零星记载的佛陀和圣弟子们的事迹，确实需要花费一些精力来进行删减。经书里可信的记载显示，罗睺罗的母亲耶输陀罗比丘尼在70、80岁时寿终，而罗睺罗的入灭期更早一些。那是在一个晚上，耶输陀罗陷入了深思，他感叹檀迷莲花色都已入灭，我深爱的罗睺罗也已涅槃，而我和佛陀同岁，如今已到了70、80的高龄。听说佛陀将在80岁那年涅槃，起初我希望与他同日入灭。虽然我现在对佛陀只剩下对法的尊重，而不再有个人情感，但实际这样做
仍然显得不尊重。或许我应该早些入灭比较好。在耶输陀罗得到佛陀的许可，并向他表示谢意后，他显示出神通，飞空离去。那天晚上，在他自己的房间中盘坐入灭。根据记载，罗睺罗在其父母双双涅槃前已入灭。这样来说，罗睺罗离世的年纪应该不超过60岁，可能只有大约50岁。当然，像罗睺罗这样有悟性的圣者，对待死亡的态度，无论早晚都抱着无所谓的看法。我们摒除虚幻的肉身，把生命安置在法性离体之中，这不仅无需哀痛，反而是一件幸事。为道而生的修行者，他们的觉悟和解脱就是将生命安放在宁静的住处。让罗睺罗的纯真、温柔、宽容、坚定、稳重等优点和风貌永远留在我们的心中吧。让我们对这位天下第一幸福的孩子表示最尊重的赞美吧。